兄弟们，学长之前做了几期二手车的推荐视频，发现大家对二手车真的非常的感兴趣。那有很多兄弟们都说了，学长，你一个卖二手车的，你当然会把二手车吹上天，你敢不敢出一期节目讲讲哪些品牌的二手车不能买 ？OK， 没问题。那虽然我自己也有这个二手车的业务，但是呢，我也希望各位兄弟们能买到靠谱、耐用的二手车。那今天学长就跟大家盘点一下二手车市场里面有哪些车的发动机非常的不靠谱，容易坏还不好修。兄弟们记得赶紧收藏下来，避免以后踩坑。烦死了！首先我们要先聊一聊宝马。那二手宝马在市场里面的流通率非常的高。那大家在买二手宝马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搭载这几款发动机的宝马车。那第一个就是 B38的发动机。那说这个发动机代号，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的陌生啊。但是呢，我一提三缸大宝马，我相信大家可能会立马就精神了。没错，就是这个 1.5T 的三缸发动机。那这个发动机广泛搭载在国产的一系，还有像 X1、X2， 还有进口的二系mini 这些车里面。那这个 B38 发动机最大的一个通病就是漏防冻液。那原因就是发动机的水泵跟节温器的密封圈这个东西它的质量不太好，所以的话，就算你维修的时候更换原厂的密封件，基本上也就能撑个5万公里。公里数大了以后，它会继续的漏。那不光是漏防冻液，这个三缸发动机因为本身的抖动很大，所以的话，搭载 B38 发动机的车，机脚垫的寿命都是远赶不上那些4缸跟6缸的宝马车的。跑个3到4万公里，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车子的抖动会变大。那在这款三缸发动机上面，宝马硬是把机脚垫这个零部件给做成了易损件。你以为只有这些就完事儿了吗？那你真的可是太天真了。这款 1.5T 发动机的碳罐电磁阀，还有发动机的温度传感器、曲轴的皮带轮，这些全部都是易损件，质量真的是差到离谱。那很多开 1.5T 三缸宝马的车主经常会遇到发动机怠速莫名其妙就升高了，正常运行的时候发动机熄火，还有就是电瓶莫名其妙的亏电，发动机水温过热等等故障。可以说这款 B38 发动机真的是砸了宝马的金字招牌，让开它的车主既丢了面子还丢了里子。那第二款千万不要碰的发动机就是宝马的这款 N13发动机了，就是宝马跟法国 PSA 集团联合开发的这款 1.6T 发动机。那这个发动机漏油漏水这些我都不想说了，这都是老宝马的光荣传统。但是呢，这个 N13发动机比宝马的其他发动机漏油漏水要更加的严重。那这款发动机最无解的就是烧机油。那一般宝马很多发动机烧机油都是因为这个气门油封老化导致的。那这款 N13发动机就比较特殊，它是因为活塞环的油环设计缺陷导致的烧机油。那这个解决起来就非常的麻烦了，必须要把发动机抬下来，开膛破肚大修以后才能完全的解决。那看到这儿，一些键盘侠就要说了，还不是因为你穷，谁让你一天买3缸4缸的宝马？人家宝马最擅长造的就是直六，你买直六的宝马不就没事了吗？非常想告诉你啊，就算是直列6缸的宝马，一样会有大坑。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宝马的这台 N54发动机了。那这款发动机学长不否认它的改装潜力非常的大，可以轻松做到轮上600匹的马力。但是呢，如果说要论质量， N54 这台发动机绝对能把你修到哭，修到崩溃。那漏油漏水这些在 N54 这台发动机上面全部都是小毛病，这个我都不想提了。那像是发动机的缺缸失火、电子水泵故障、节温器故障、喷油嘴故障，包括助力转向泵故障这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时不时的突然出现，给你一个大的 surprise。意不意外？开不开心？那要是让我来评价 N54 这款发动机的话，我的结论就是 N54 发动机是你现在能买到质量最差的宝马发动机，几乎没有之一。不仅各种毛病一大堆，修起来还特别的贵。就算你用原厂的配件给它修好了，它时不时的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为我说的话负责。当时我在买宝马189这台车的时候，为什么我买了动力最弱的 N20 版本，尾标还是 25i 的宝马 Z4？ 我难道不知道189这台车是有搭载 N54 发动机，尾标是 35i 版本的车吗？我当然知道，就是因为怕修车，所以的话我最后选择了低功率的 N20 发动机。那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我的这台 N20 的189现在开了都8万多公里了，到现在发动机变速箱一滴油都不带漏的。兄弟们，你要是想钻研机修的话，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台 N54，否则还是算了吧，听我一句劝啊，听人劝，吃饱饭。
那说完了宝马，下来就是通用这款大名鼎鼎的代号 LDE 的 1.6 升发动机。大家可以看看现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搭载这款发动机的车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那比如以前老的雪佛兰科鲁斯，包括别克的英朗这些车，这俩倒霉蛋全都是搭载这款发动机的车。那这俩兄弟之所以如此的不保值，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发动机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当然了，这也不全都是发动机的锅，变速箱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很多买这些车的二手车的车主开不了多久就转手卖车了，因为根本就修不过来。那本来买车是为了上下班代步方便一点，结果买了车以后反而天天担心自己会不会哪天突然就被扔到路上了。那听到宝马跟通用一个接一个的翻车，本田这个时候就笑出了声。哎，你们这些家伙到底行不行呀？要说发动机可靠，还得是我本田，我可是买发动机送车，你知道不 ？VTEC is best。我想说，本田你也不要笑话别人啊！你的这款 1.0T 的三缸发动机质量行不行？你自己心里难道没一点逼数吗？本田这个 1.0T 的三缸发动机，就是现在的享域跟凌派搭载的那台发动机，还有以前时代思域也有少量的搭载。那这款发动机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设计，就是它是用的湿式的正时皮带。那跟这款发动机有相同设计的还有一款发动机，就是 PSA 集团的这个 1.2T 三缸发动机。那这俩发动机的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湿式的正时皮带上面了，因为这个正时皮带是泡在机油里面的，时间长了以后皮带会掉毛，阻塞机滤，造成发动机的润滑不良。二手车市场里面拉缸拉瓦的本田 1.0T 跟标致雪铁龙还有 mini 的这个 1.2T 发动机比比皆是。网上有人说换了改进后的正时皮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学长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算换了改进的正时皮带，也只能缓解，但并不能完全根治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纯粹设计上的一个缺陷。不信的话，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市面上现在还有哪个发动机在用这种湿式的正时皮带的？那本田的一世英名也栽在了这个三缸发动机的上面。所以我就纳闷了，这三缸发动机它到底哪里好了？都说三缸发动机省油，本田的这个 1.0T 三缸，还有宝马的 1.5T 三缸，跟同等动力的四缸发动机比，它也不省油呀。不信的话，学长找到了小熊油耗的真实数据，大家可以详细的去对比一下。那这些三缸发动机要动力也不行，而且也不省油，毛病一大堆不说，还抖得厉害。那这种工业垃圾真的就早的就该被淘汰掉，难怪大家都是谈三缸色变。那这些发动机不可靠，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心理准备。那接下来有两款发动机搭载这俩发动机的二手车，在市场里面的保有量相当大，而且大家都普遍觉得这些车非常的皮实，不会有问题。大家猜到是哪两款发动机了吗？你可能想不到啊，就是丰田的老的2.4发动机跟2.5 V6 发动机。那2.4这款发动机广泛应用在老的 RA V4 跟6代的凯美瑞上面。2.5的 V6 就是锐志、皇冠、雷克萨斯的 IS 上面搭载的那台 5GR 的发动机。那2010年之前的2.4发动机跟2012年之前的2.5发动机，这俩发动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烧机油。那主要就是因为活塞的油环设计不合理导致的，公里数大了以后，油环被积碳卡死，就会造成了烧机油。那这个要修起来的话，也是要抬发动机，把发动机拆开以后重新换改进型的活塞环，才能完全的解决。那除了烧机油以外呢，拉缸的丰田2.4发动机跟2.5 V6 发动机也是非常的多。那这个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了。那拉缸以后必须要重新给发动机扛缸，然后再下缸套，才能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不过呢，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丰田的一个问题啊。那很多买丰田老二手车的用户都会觉得丰田非常的皮实耐造，保养上基本上是能省则省。所以二手车市场里面的这些老凯美瑞、老锐志，普遍车况都非常的一般。在买这些车的二手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它是丰田你就放松警惕，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仔细试驾，感受一下发动机的运行状态。那由于时长的原因，一期视频不可能给大家全部都聊完，其他没有提到的品牌不代表这些车就是没有问题的。那比如说老的奔驰车，几乎所有发动机都有正时链轮过度磨损的一个通病。那还有老的奥迪、大众这些车，像是烧机油呀，还有像是废气阀故障呀、电磁阀故障、正时链轮跳齿呀这些问题。不过呢，跟我今天提到的这些发动机相比的话，这些全部都算是小毛病了。那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发动机非常的不可靠，也可以在评论区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一下。那看到这儿的兄弟们，给我这个快要饿死的 UP 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应该不过分吧？那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节目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